海贼王里最浪漫的不过二把手的赤诚。一个海贼团想要在大海上称霸一方，一个关键的二把手真的太重要了。而这些二把手往往是和船长白手起家、见证辉煌的存在。二把手大多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有着和船长最深厚羁绊沉淀下来的忠心和信任。基德团的二把手基拉，在基德团被凯多俘虏之后，基拉在和之国一个人踏上了拯救船长和伙伴的旅途，吃下了失败的人造恶魔果实。为了救出船长和伙伴，化身斩人魔连藏为大蛇做事，之后还受到奎因的水刑折磨。在后面的战斗中，基拉为了掩护基德留下来和霍金斯对战，冷静机智的利用基德没有左臂这一点逆转战局，一招刃阴击秒杀霍金斯，助船长前行，简直帅上天。基德和基拉的羁绊还不止于此，曾经两人还暗恋过同一个女孩，就这两人依然是好兄弟，那真是坚不可摧的情谊了。基德有这么一个二把手足矣。罗团二把手贝波，贝波平时给人的印象就是憨厚老实可爱，见到船长罗就是一顿暖暖的熊抱。但当罗被黑胡子击败，极地潜水号也被摧毁的时候，贝波用乔巴给的药物短暂变成了月狮形态，前所未见的变成了一只狂暴巨熊。一句不准碰我船长，贝波真的很帅。虽然没有救出全部的伙伴，但只要船长活着就还有希望。15年前，罗从2个小混混手里救了一只北极熊毛皮族，后来他们4个结成了最早的心脏海贼团。白团二把手马尔科，马尔科至少15岁就在白胡子身边当见习船员，当时还相当青涩。顶上战争中身先士卒，为白胡子挡技能。路飞在顶上战争中失去了哥哥，但马尔科失去了老爹、伙伴，白团支离破碎，他失去了所有。尽管如此，马尔科依然回到了白胡子的故乡，作为医生守护着这里。四皇红发2次挖角马尔科，但马尔科依然不为所动。和之国结束后，毫不留恋地返回白胡子的故乡，留给红发一个远去的背影，非常潇洒。百兽团的二把手晋，感觉晋和索隆的一战不仅拼的是实力，还有各自和船长的羁绊。凯多对晋也有相遇、相救、相识之恩，晋也相信凯多是传说中的乔伊波伊，并愿意辅佐凯多称王。在和索隆的对决中，晋不断闪回着和凯多的回忆，突然想起了索隆曾经说过的：“你的正义也许很沉重，但我们也背负着许多东西。”所以晋和索隆为了守护的信念而战，其实非常悲壮。晋作为一个合格的二把手，还是特别有魅力的。老沙的二把手 Mr. One， 一哥人狠话不多，对老沙那是没得说。从2年前被关小监狱的时候，其他的部下能走的都走了，只有一哥主动留在老沙身边。后来一起转送推进城，老沙出来还不忘带这位大干部一起走。而一哥表示，如果是老大你的话，我愿意前往。推进城劫军舰的时候，2个人并肩作战的画面真的超帅。在顶上战争遵老沙的命令保护路飞，后面一哥更是一直跟在老沙身边形影不离，陪着老沙东山再起了。大妈团的二把手卡塔库利，作为将星之首，卡2的赤诚其实跟其他海贼团还不大一样，毕竟大妈团都是血缘关系，卡2是又当干部又当哥的，宠妹狂魔真是操碎了心。加上大妈情绪不稳定，卡2这种真是家中顶梁柱。虽然卡2因为不公平的对决凶了妹妹，因为敬佩路飞甘愿认输，但卡2这种更加有魅力，因为卡2是正直的好哥哥，值得敬佩的对手还是明辨是非的二把手，人格魅力爆表。革命军的二把手萨博，萨博虽然年轻，但一直以来龙一般是稳坐后方，运筹帷幄，都是萨博带人出来跑任务。从年少一人攻城，到在双大将眼皮子底下救出熊全身而退，在世界引领革命热潮，成为炎帝。龙对萨博的救命之恩的羁绊不用多说，萨博反馈的这个业务能力也确实很强了。红发团的二把手贝克曼，贝克曼作为和红发日月同辉的存在，实力不逊色红发，办事凶狠干净利落，但贝克曼却非常低调，也非常懂红发。在红发被山贼王羞辱的时候，贝克曼看起来下一秒就要动手了，但和其他伙伴一样，立刻顿悟了船长的意思。在剧场版里，红发命令不能伤害市民和乌塔，整个红发团都打不还手，贝克曼自然也是毫无怨言。就在嘎布忍不住要反抗的时候，贝克曼命令他坚决不能反击，坚守船长命令，这就是红发的副船长。罗杰团的二把手雷利，从青涩的相遇到站在海贼之巅，雷利是唯一一个名正言顺的王父。在和罗杰告别的时候，最痛苦的离别，也是最无言的沉寂。此后的多年里，雷利一直在等待，20多年的默默等待，终于他等到了一个戴着草帽继承了罗杰船长意志的小子，并将他带上强者之路。克里克团的二把手阿金，阿金不仅是很能打，既有义气又很忠诚。虽然他也是为克里克的作为感到愤怒，结果还是给山治要了条小船，带着弟兄们和船长走了。可是克里克连自己最重要的干部都可以随便杀，只是为阿金这种二把手感到可惜而已。草帽团的二把手索隆，虽然草帽团除了船长路飞没有什么名义上的副船长，但要说路飞身边谁最适合当副船长，怎么选都是索隆了。路飞白手起家的第一个伙伴，大剑豪和海贼王的誓言，以命换命什么也没发生过的觉悟，毅然决然维护船长威严的担当，鬼岛上保护同盟，只身挡双黄合体技，拼尽全力守护路飞，阻挡凯多。索隆做的已经超越了二把手该做的事情。如果说索隆还能做些什么，那就是把信任和生命交给船长，让船长继续前行。其实很多海贼团不管什么立场，都有各自相守相伴的伙伴，而船长和二把手的羁绊是更为特殊的存在。你和我相遇，我陪你称王，这是海贼王里最浪漫的情感。路飞神奇的记人习惯。草帽团有2个终极脸盲，路飞、乔巴，其中路飞的脸盲和只记别人的某个特征的记忆习惯更是出了名的。比如长鼻子的就是乌索普，
卷眉毛的就是山治，骷髅都是布鲁克。哦对，在没认识布鲁克之前，路飞还把一具穿着和娜美差不多衣服的尸骸认成了娜美，波罗就是马尔科，等等等等。尽管如此，别人只要变点花样，路飞很多时候又认不出来了。比如在随意乔装打扮的屁股头面前问屁股头在哪儿，神奇脑回路震惊四座，还认为是屁股头的妹妹。被戴了面具，鼻子被纱布裹严实了的乌索普蒙得信以为真。只是换了发型和衣服的凯撒本来是勉强蒙对了，然后凯撒说自己叫什么瓦斯蒂诺，路飞就改口认错人了。要不是靠人提醒，路飞妥妥的就被骗过去了。加上路飞很单纯和非常直的脑回路，也能把假索隆山治给认成真的。一是不得不承认基本特征和路飞的记忆点确实吻合，二是路飞真的以为阔别2年，索隆山治真的变成这样了。当然除了特征，路飞还会以索隆山治的个人习惯来辨别他俩。在路飞刚到和之国的时候，远远看到有人在追捕一个女人，路飞的第一反应以为是山治。在他们展示出更野蛮的状态时，路飞而后还加重了这个猜测，但随后感觉应该不至于吧。好家伙，伤害不高，侮辱性极强。山治恐怕真的想不到自己在路飞心中的形象居然至于到这种地步。路飞的认知里，追女人的是山治，那到处找酒的就是索隆。没错，这回路飞没认错，2个路痴居然在荒郊野外相聚了，堪称奇迹。靠特征识人，加上路飞记不住很多人的名字，也就衍生出了路飞经常以外号或者你是那个谁，或者你是刚才的这种方式识别和称呼别人。比如特拉男屁股头，冒烟男鸡冠头，刺头男大蒜头，树枝鸟男卷心菜，养鸽子的大红鼻子小螃蟹，等等等等，多了去了。但要说路飞真的记不住别人的形象和名字，也不完全是。路飞最奇葩的点就在这里，比如他能叫出老沙的名字，并且没有叫错，也能认得卡里布并叫出名字，也能认出伪装后的波克穆斯。虽然说波克穆斯的伪装真的要多随意有多随意了，但以上3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跟动物有关。克洛克达尔是鳄鱼的意思，卡里布有驯鹿的意思，波克穆斯他本来就是头狮子，而且和罗重聚时，路飞还主动问起那只会说话的熊去哪儿了。动物元素可能也有助于路飞记忆吧。最神奇的是，基德喊了基拉的名字的时候，路飞居然还能记得基拉是谁。小马哥真是哭晕在厕所，毕竟基拉变成这个样，路飞都能对上号。小马哥的大菠萝，路飞死活想不起来，还要靠罗宾助攻。所以说路飞这种特性真的就很可爱，也很神奇。路飞是个人上人。路飞当年划着一艘小船出海，兜里没有钱，身边没有人，船上只有一个桶。原本以为路飞只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小海贼，原来是一个各种后台傍身的人上人。能多次把罗杰追到绝境的海军英雄卡普是他爷爷，被世界政府忌惮地称之为世界最凶恶罪犯的革命军老大龙是他爹，四皇红发是他的引路人，海贼王的右腕冥王雷利是他师傅。光是这几个人就囊括了海贼、海军、革命军3大势力的塔尖人物。2年前有哥哥艾斯出手相助，2年后有哥哥萨博保驾护航。可谓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那是人情世故。小机灵鬼凯撒和路飞对决的时候，本来吧反派就死于话多，然后凯撒这货还牛皮哄哄的在路飞面前跟路飞比背景拼后台。凯撒说自己的后台是四皇凯多和七武海明哥，嘲讽路飞这些人他都惹不起。路飞二话不说一拳就抡凯撒脸上了，把凯撒的牙给打掉了2颗，鼻子还锤骨折了。本以为凯撒能消停点了吧，没想到他以为路飞没听清楚他的后台，爬起来又说了一遍，然后又挨了路飞贴脸一拳。路飞表示虽然出来混不怎么提背景，但是这货非要磕背景，哪来的自信？因此在路飞这里，不管别人后台硬不硬，只看自己肚子饱不饱，只要把饭干到位，对方有什么后台他都敢锤。光是七武海、老沙、莫利亚先后倒在路飞的拳头之下，被凯撒引以为傲的明哥在那之后也倒了。熊是路飞自家叔叔，罗和慎平是路飞自家好兄弟，女帝呢干脆直接就是现场单方面认卡普当爷爷。巴基是手中的替罪羊，连鹰眼都成了索隆的师傅。前前后后11名七武海，一半以上不是被路飞锤了，就是跟蒙奇家沾亲带故。而路飞还可以很镇定的得知和说出自己的背景。早在路飞得知龙是自己的爹的时候，在场的所有人皆是目瞪口呆，唯独路飞只觉得原来自己还有个爹哦。小伊万还想用老大龙的名字吓一吓路飞。没想到少主就在眼前啊！路飞那让人意想不到的背景，加上稀松平常的语气，着实是把小伊万给吓傻了。而且在路飞这里，对方是不是四皇，有没有这个头衔都一样，从白胡子那儿就敢当面出言不逊，但是获得了白胡子的赏识，何况还是自家哥哥的老爹，跟新报道的四皇黑胡子结仇已久，后来又惹了四皇大妈和凯多，
新世界四皇惹了仨，剩下一个还是自己的引路人。最后自己还当上了五皇。之所以赤犬每年都孤独的吃年夜饭，因为海上势力中不是路飞的手下败将，就是突然的沾亲带故。如果都不是，那就揍飞他，千万不要跟路飞比背景。世界乱不乱，路飞一家说了算。卡普出品必属精品，海军英雄蒙奇 D 卡普。为什么要强调蒙奇 D？ 毕竟帝制一族被称为神的天敌，都是一群让天龙人吃饭吃不香，睡觉睡不着的人。而身为海军中将的卡普，虽然自己是帝，但天龙人还真就不敢动他。就卡普最亲近的几个人，要么是跟天龙人有仇，要么就是专业怼天龙人。他的孙子路飞从司法岛到推进城，一路干到海军本部。世界政府三大重地被路飞耍了一个遍，公然跟世界政府宣战。司法岛劫人，推进城劫狱，海军本部劫法场，在香波地更是一拳锤废了天龙人。放在一般人身上，有这么个孙子，怎么着也得开除公职，关押进推进城。卡普还真是屁事没有，办公室里吃鲜贝吃得舒服，还能潜心培养自己的徒弟。然后呢，卡普还有个更屌的儿子，革命军领袖龙，这个身份比路飞的五皇更猛。别说五皇，四皇干的事儿也没他牛批啊！世界政府的头号通缉犯。龙对于自己的目的并不遮遮掩掩，说白了就是要干废天龙人。每次开会的主题都是整死天龙人的1001种方法。按说有这么个儿子，卡普这个当爹的高低也得被天龙人送走。不曾想卡普公务员当着，先被吃着，蒙奇 D 卡普的名字高高挂着，非常不屑地接纳着天龙人最大的容忍。这还没完，卡普瞒着世界政府收养了海贼王罗杰的血脉艾斯，并将他托付给达旦养大，一度成为对世界政府威胁最大的海贼之一。还有个出身贵族但喜欢当小街溜子的萨博，也曾挨过卡普的揍。卡普也没想到，这小街溜子最后出现在了自己儿子的阵营里，还当了二把手。身边最得意的小弟青雉离职后加入了黑胡子。青雉的真正目的虽不明确，但这波操作气得吴老星直呼我这老脸往哪搁。所以说卡普可谓是凭一己之力为海贼和革命军阵营输送了大量人才，可歌可敬。最尴尬的是卡普的徒弟克比，虽说是海军的人，但是不知道哪来的一看到路飞就哭的症状，完全是小迷弟行为。不管怎么说，卡普为海贼、海军、革命军三方势力都做了不小的贡献，以卡普的实力都能当大将好几次了，但都被他果断拒绝，就是不想拍天龙人的彩虹屁，反正天龙人也治不了他。27年前艾特尔海战前，卡普早就已经是 C 位级别了。海军英雄在海军的地位岂能是寥寥几句就能动摇的？所以赤犬吃年夜饭那梗想想确实很有道理。一方面是蒙奇家族牛批吧，主要是卡普出品必属精品。黄原青雉的那些迷惑行为，老黄一上来就冲白胡子甩大招，和小马打得有来有往，态度积极，完全没有问题。一旁的青雉暗暗吐槽，不是说演吗？怎么还动真格的了？看来影帝也不过如此了。这时老黄对着小马悄悄说，小马使点劲儿啊。小马顺势而为，不曾想老黄正事没干，一个跟头翻回去，先把自家的墙砸了一个窟窿，然后装作没事人一样回来了。青雉暗暗赞叹，这演技一个字绝。青雉也不甘落后，召唤细拖小马，脚这么一垫，又把西边的墙砸了一个窟窿。那边的战国心态彻底崩了，你俩行啊，白胡子的船一艘没干，墙给老子干他不少，人家打仗废面，你俩打仗废墙，可谓是人肉阵阵果实。再这么打下去，本部基地就光剩一个储星台了。一个倒霉又倔强的红头发，他一头红发，自带霸王色霸气，眼睛有伤疤，曾经不幸丢失过一只手臂，敢招惹大妈凯多，没错，正是尤斯塔斯基德。作为当时悬赏金最高的超新星，赏金比当时的路飞还要高出1500万，而且一登场就开始找人干架。干架的原因是阿普只是在人群中多看了他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他容颜。然后这个酒吧就遭殃了，桌子也掀了，墙也干塌了。除了不能盯着基德看之外，这个看上去像是涂了口红和指甲油的精神小伙，以前谁要敢嘲讽他想当海贼王，他就非得弄死那个人。所以基德的人生信条就是人生在世，不服就干。在路飞锤了天龙人之后，基德和路飞罗一起组成了网瘾三兄弟，一起对付海军，展示了自己那花里胡哨但仔细一想还真是那么回事的能力。有些人的能力看起来很 bug， 实际上却用来捡破烂了；有些人的能力看起来是用来捡破烂的，实际上却很 bug。虽然基德的能力乍一看跟达文西的要你命3000一样有排面，但是如果基德真的能控制磁力，那就是海贼界的万磁王。这玩意儿不说能改变世界啥的，吸飞机、吸军舰、吸个火箭、点根烟不在话下。基德可谓是不服就干，屡败屡战，倒霉悲催、意志坚定的代表人物之一。要说基德干的最有排面的事情，当属是和红发海贼团交手。大家都是红头发，凭什么你香克斯能当四皇？那巧了，大家都是红头发，凭什么你基德有2只胳膊？各取所需呗。不曾想基德4皇没干掉，还赔进去1只胳膊，区区1只胳膊无伤大雅，大闹大妈的地盘，干掉2只船，还打伤一将星。还有个很霸气的理由，我只是拿回自己的东西。没过多久，恰好看到了路飞击败明哥，坚持不染发的基德又坐不住了，和二五仔阿普有事没事算一卦的后半仙，商量着怎么把香克斯的头发给剃了。但是基德属实是点背到家了，有这俩极品队友就算了。俗话说天上掉下来的不一定是馅饼，也有可能是可爱多。最后阿普跳反，后半仙跳槽，还是基德默默扛下了所有。小场面小场面。
面。没过多久，挨了雷霆嘎巴的路飞就被送进来了。那句新世界再会吧终于实现了。虽然相聚的气氛属实有点寒酸，总的来说感情是到位了啊。两人演绎了极恶时代里极恶的终极奥义，比搬砖，比吃饭，比谁监狱风云玩得转。跟路飞一起玩了一段时间，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基德4皇没当上，先当上了沙雕，沙雕家族又多了一名成员。想当年罗也是那么不食人间烟火，基德终究没有逃过因果。基德的履历说起来也是相当排面了，只不过主角光环只有一个。海贼王里那些奇奇怪怪的悬赏令，除了有山治独特的手绘通缉令，布鲁克的演唱会海报改成的悬赏令，红发的堪比自拍的悬赏令，还有凭悬赏令抓不到真人系列的悬赏令。作为将星之一的克利驾，其实是一个还有点痞帅的精神小伙，但是他悬赏令照片的长相不能说是和他毫不相干，但也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因为克利驾很怕疼，要么就是躲在饼干士兵里面，要么就是让饼干士兵去干这些脏活累活，因而悬赏令上的照片就成了克利驾的饼干士兵。克利驾的无限饼干能造出来一国家，这玩意儿那也是可以实现的。如果这样抓他，那属实能把海军给抓懵逼。所以仅凭悬赏令能抓住克利驾真人才是有鬼了。同样还有弗兰奇的第2张悬赏令，明明是弗兰奇将军的头，和克利驾一样等同于弗兰奇的马甲，而且是黑犀牛和弯龙坦克组装合体出来的形态，平时绝地3尺也找不出来啊。再加上弗兰奇的那个百变发型是更加硬核，何况弗兰奇还有用头发把头给包住的那一招。别说第2张悬赏令了，就算用第1张把它放在人堆里，那恐怕也难找。既然有山治这种丑到让人发抖的悬赏令，也有娜美这种惊艳到不像悬赏令的悬赏令。没错，其实娜美的悬赏令照片起初就是当成写真拍的，因为拍照的人骗娜美说自己是杂志社记者，娜美就美滋滋的配合了。没想到的是要做通缉令用的。不过娜美第一次拿到自己的悬赏令时，还对照片很满意，毕竟拍的还不错。阿健直接就吐槽，这哪是悬赏令，这分明就是征婚照吧。到了第2次，还是熟悉的姿态，还是熟悉的韵味，估计又是被骗了。毕竟娜美肯定不会拒绝有人要给自己拍漂亮写真，就连索隆都忍不住吐槽。而且娜美因为悬赏令过于美艳，后来还有个海军因为悬赏令照片而喜欢上了娜美，不惜搁置任务当面表白。大多数人悬赏令奇怪的点都是在照片上，而乔巴不一样，是更深层次的邪门。乔巴的2次悬赏令都有棉花糖出现，作为一只驯鹿，鹿角、鹿皮、鹿肉什么的都不只值50倍利吧，就连棉花糖也不只是这个价。也就是说，把照片里的所有东西分别拆开，分别所对应的价值都远远高于50倍利，但是只要把它们组合在一起，贴上乔巴的名字，它就值50。乔巴太难了。不过呢，当时乔巴巨大化后，连伙伴们都是第一次见，何况更不知情的海军，50就50吧。后来德岛一战，乔巴打了圈酱油，赏金还翻倍了。但高岛篇又是变大又是当大妈，乔巴心想，这下总该认识我了吧。结果1分不涨，说好的越努力越幸运，这不是欺负老实鹿吗？赤犬的艰难晋级赛，樱花刺青身上纹，鸭舌小帽头上戴，正义风衣身上披，此人正是萨卡斯基。赤犬有着攻击力超强的果实能力，有着决绝的正义观，但也有着走到哪儿都被喷和总是被演的命。作为2年前顶上战争3大将中唯一一个被锤到头破血流的大将，轻质轻伤，黄猿衣服微脏，赤犬全身都是伤。明明在认认真真打晋级赛，总感觉什么地方不对劲，一看 KDA， 好家伙，自己打了 99.9% 的输出，扛了 99.9% 的伤害。战国6神装挂机后又卖装备，轻质无限掉线重连，黄猿全程演员，卡普先开闸泄洪，然后开队友伤害，科比还主动发起投降申请。赛后艰难晋级的赤犬久助力，不想跟任何人说话，终究还是一个人扛下了所有。顶上战争前的赤犬在战国这里全心全意地商量着战争对策，一想到自己还有青黄2位实力搭档，击垮白胡子可谓是不费吹灰之力。不曾想此刻青雉还在办公室睡觉，如果不是士兵的叫醒服务，他是要一觉睡到新时代了。黄猿这边迷迷瞪瞪，缓慢的步伐，懒散的语调，显然就等下班开溜了。这个状态反正不是来打晋级赛的。在战场上，青雉黄猿非得拦着赤犬，然后一个比一个冲得猛。之后在战场上，两人就开始撞墙拆家满天飞，看到赤犬愣是坐不住了。之后青雉更是主动拦着赤犬直面路飞，看我的。在事先察觉到小马后，被一脚踢掉线了。然后黄猿上线，一脚踢给老慎平，2脚送给白胡子，3脚极限保路飞，百步穿杨偏把钥匙飞。青雉黄猿俩兄弟你来我往，硬是让赤犬没有单独直面路飞的机会。黄猿在香波地能一脚一个超新星，青雉后来能跟赤犬硬刚10天。偏偏到了白胡子锤赤犬的时候，创造了赤犬差点被白胡子锤死也没人上去帮忙的团战奇迹。大将的时候混得惨没事，元帅总有牌面了吧？那海贼王里越升职混得越没面子的人，那属实也得是赤犬。还没当元帅的时候，先是跟青雉闹掰了，这一升到元帅，早已得罪了卡普不说，在五老星面前讲脸面的赤犬被劈头盖脸一顿喷。之后战国还一边放羊一边嘲讽元帅不好当吧，上司管不了，下属总能管管吧。
不曾想后来又被新晋大将童虎怒怼，老黄天天在面前剪指甲，好可怕，好可怕，剪指甲，下属管不了，威慑一下隔壁部门的人总行吧？结果陆琪直接让赤犬闭嘴，这么看来还不如2年前呢，这元帅比大将当的还憋屈。哎呦，我怎么感觉把赤犬说的这么可怜呢？唯一一个能让大将童虎棘手的能力，溪流说我的隐身果实能潜伏于无声，杀敌于无形，真是个绝好的能力。童虎微微一笑，有点垃圾。下一个，山治说我的战斗服不仅能隐身，还有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响叮当仁不让的速度。童虎摸摸头，还是有点垃圾。下一个，布鲁诺说我的门果实可以悄无声息的出现在敌人的周围，然后偷袭。童虎点点头，那出门吃拉面倒挺方便的哦。下一个，黄猿说我的闪闪果实不仅有溪流的隐身，山治的速度，布鲁诺的突防能力，还能亮瞎对面的眼睛，瞬间屏蔽对方视野，害怕了吧？童虎撅撅嘴，可爱呢。阿巴巴一个能打的都没有。此时索隆一路小跑过来，看到童虎一脸的无助，于是我操！我在拔刀！我操！我的鲜血飘！老沙出品，必属精品。海贼王里有2个专业人才出品人，一个是蒙奇 D 卡普，跟他沾亲带故的这堆人，除了不做海军，啥都做。从概率学上来讲，不科学呀。卡普属实也是天塌地陷紫金锤般的懵逼，而且还都做得名扬四海，当属每个领域的佼佼者。还有一个人才出品人，必然是老沙。虽然老沙很早就在阿拉巴斯坦躺下了，但是老沙和他的部下因此和路飞结下了莫名其妙的缘分，总在危难时刻帮助路飞。如果没有老沙这帮人，路飞可能连推进城都出不来。首先就是小冯，作为巴洛克社老沙手下的高级干部，在草帽团离开阿拉巴斯坦的时候，被路飞等人的伙伴宣言所感动。毕竟小冯也是重情重义之人，利用果实能力山寨了路飞，自己去当了诱饵，被海军抓捕。本来呢，没过多久又逃出来了，不过参与了巴洛克社营救沙老板的行动后，又蹲进去了。接下来路飞到了推进城，小冯模仿沙雕版索隆，给了路飞一个 surprise， 可谓是为路飞忙前忙后。拖着中了老麦秘制小毒药的路飞找到了爱豆小伊万，治愈荷尔蒙，生死看个人。小冯和小伊万这些人就在门口喊加油，最终给了路飞重生的希望。最关键的是，小冯本来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溜了，但是为了大局观，小冯山寨了麦哲伦，留了下来，为路飞等人打开了第一层正义之门。可以说没有小冯，路飞别说去救艾斯，极寒地狱里面自己就先挂了。然后就是 Mr. One 一哥，深海大监狱撤退的时候，跟着老沙、慎平去外面抢军舰常规操作。众所周知，在海贼王里急需一艘船怎么办？那肯定是抢军舰啊，省时省力省倍力。在顶上战争，这鹰眼唯独看路飞不顺眼，提着大刀追着就砍。一哥也是帮路飞扛了一刀，挨了一刀。开锁王三哥，如果海军重新抓捕越狱犯，三哥被抓回去，那绝对够死100次了。跟巴基这俩神人在推进城里免费给人开锁，恨不得一根蜡烛能撬开整个推进城。三哥特殊的防御能力为路飞等人越狱拖延了宝贵时间。后来在路飞救出艾斯之际，老黄那一招，你说他瞄边，他确实打中东西了，你说他没瞄边，怎么看怎么不对劲的狱，一下把钥匙给干断了。然后三哥千钧一发之际做出了蜡烛钥匙，危难关头让艾斯挣脱了海楼石的束缚。如果说老沙送路飞最大的礼物，那当属是罗宾，腿长貌美身材棒，温柔御姐历史好。作为能解读历史正文的人，对路飞成为海贼王，解开消失的100年的谜团，都是至关重要的存在。老沙呢，这是稀里糊涂为路飞成为海贼王填上了极其重要的一块拼图。而老沙面对路飞的时候，对此份厚礼只字不提，可歌可敬。当然了，还有老沙自己，老沙在顶上战争的沙场上有多么秀，那是有目共睹。赤犬从头到尾跟白胡子刚，他俩人一个岩浆一个阵阵，这破坏力谁敢上去？只有那无处不在的老沙不虚，先后贴脸怼这俩人，挂着8100万的赏金怼着鹰眼和明哥这俩老同事，完全一点都不 care， 赏金只是个数字，能一把沙子吓傻元帅战国，那才叫本事。最后也是从赤犬手上救了路飞和慎平，所以纵观老沙和路飞的恩恩怨怨，老沙还真不完全是那种烧杀抢掠的黑社会，他的手下普遍是有情有义，关键时刻爱憎分明，可敬又可靠。作为沙老板，什么气质能配得上此等情操？那便是刚出了监狱就有人给擦皮鞋的气质。总之，老沙出品必属精品。可爱又可怜的女人 Baby Five， 这个穿着女仆装全身都能变成枪炮刀剑的女人，一登场就给人一种蛮横傲娇的印象，直接怼着明哥的脑袋来了一炮。原因是明哥又把他的未婚夫给搅黄了。别看他平时叼着烟与枪炮为伴，生人勿近的模样，实际上 Baby Five 是最好追到手的女人。如果说女帝的好追只限于路飞，那 Baby Five 可以说是来者不拒，只要那个人说一句跟我结婚吧，或者我需要你。所以明哥
除了自己的事情，还要抽空解决掉 Baby Five 身边的这些所谓的追求者，是他的黑暗童年造成了这种极度廉价且渴望被人需要的心理。Baby Five 小时候家里很穷，被认为是浪费粮食没有用处的人，被自己的母亲遗弃在森林里，这给他的童年留下了无法磨灭的阴影。后来被堂吉诃德家族收留，算是找了一个归宿。不过他还是那个只要被人需要就无法拒绝的傻女孩，不管是借钱、推销，甚至求婚，都觉得是自己被人需要而欣然接受，以至于欠下9800万贝利的债务，另外还订过50份报纸。如果没有明哥，他也许早就被别人骗走了。后来与老蔡对战，误认为对方需要自己， Baby Five 的倒贴病又犯了，老蔡觉得很烦，开玩笑让他自行了断，没想到这傻姑娘真的打算言听计从。青椒趁这时候准备对 Baby Five 下手，老蔡心软了，为了阻止青椒，冲动的将青椒的锥形头给踢歪了，也阻止了 Baby Five 寻短见。因为老蔡冲冠一怒为红颜，从而激发了超乎寻常的潜力。没想到青椒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很欣慰，将八宝水军栋梁的位置传给了老蔡。Baby Five 也背叛明哥，欣然接受了老蔡的求婚。我靠，老蔡才是人生赢家呀！继承家业，迎娶白富美，加入未来海贼王的麾下，官场得意，情场更得意，妥妥的人生巅峰。路飞的公主收割机 buff， 在海贼王里，除了有萝莉杀手乌索普之外，还有号称公主收割机的王路飞。当然，咱这位不知其美的船长，时时刻刻保持着天真孩童般的纯真。公主可以只收不割，但海贼王必须当。不过，旁边晚节不保的刘索隆和求贤若渴的香吉士，也堪称是小号的公主收割机。索隆之前被佩罗娜折腾的全身炸毛，现在又被小紫给睡了。山治是比较惨，在维奥莱特那儿还没有好多久呢，就一脚给蹬脸上了。好不容易人生巅峰的那一段，还被布林给剪了。细细一品，这海贼王里的公主全被3大主力给包了。但是路飞这公主收起来，那是一时收割一时爽，一直收割一直爽。第一个便是阿拉巴斯坦薇薇公主。路飞这伙人毕竟是一帮非主流海贼团，到现在为止，海贼该干的那档子事儿是没干过几次，倒是时常替天行道，解救各地人民于水火之中。所以路飞了解到了薇薇的苦衷，那边老沙就要遭殃了。本来稳如老狗的老沙，成了路飞第一个打败的七武海。冥王啥的是没谱了，好在后面混了个万能555开。老沙躺下后，阿拉巴斯坦国归原主，路飞也是抱得公主归，不仅是收了一个公主迷妹，同样也是收了一个线下伙伴。即便是2年多没见面，薇薇公主依旧是非常想念路飞。另外，路飞堪称是专业的蹦床运动员，要是白星公主不开灯，这妥妥的能蹦1个小时。一脸懵逼的路飞说自己明明什么也没做，明明是做的开门见山，点明了主旨啊。然后胆小星吓得是嗷嗷一顿哭，路飞挡住了范德戴肯扔进来的斧子，才证明了自己不是来图财害命的。图财害命是没有了，那一顿胡吃海喝是把白星给看傻了。之后呢，路飞就带着白星出来玩，从打败霍迪屌丝到向大妈宣战，这一系列保护鱼云岛的操作，成功收了一个大号公主。种族间的恩恩怨怨啥也别说了，都在血里了，我干了，你随意。到了德雷斯罗萨，先是被蕾贝卡一顿饭骗到监狱外，准备给路飞来个仙人跳，不曾想被路飞一招制服，压在身下。这个时候蕾贝卡对路飞还并没有太多好感，但是随着事态发展，草帽团里里外外把明哥10年基业给搅成了一锅粥，后从明哥手上救出了被挂上寄生线自相残杀的维奥莱特和蕾贝卡，最终让眼镜不碎绝对不贵的明哥脸接4档，眼镜连人一起废，又成功收获了一枚公主迷妹。德雷斯罗萨刚打完没多久，就遭遇了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事情。因为山治被抓回去结婚，食不果腹的路飞吃了带有剧毒的鱼皮，没事过来溜达的杰尔玛王国公主剧毒粉雷酒，初次见面抱着路飞就是一顿吸。以上都是路飞与敌人作战尽显男人雄风之后才收获的公主。这中了毒一动不动躺着也能歪打正着收获一枚公主之吻，这不仅是公主收割机，还是个公主吸油烟机，好在肥水不流外人田嘛。除了这些，当然不能忘了女帝。女帝虽然不是公主，是女皇帝，但是女帝对路飞的痴迷却比任何公主都要来得狂热。要是让女帝知道路飞抱过薇薇，摸过白星，背过蕾贝卡，还被雷九强吻过，那100米冲刺破世界纪录，一脚炸裂输出都是常规操作。毕竟路飞曾经只是跟佩罗娜搭了几句话，只是船上有娜美罗宾2个女生，女帝就各种吃醋。0.5秒之内，脑海里闪过1000集渣男与痴情女的狗血苦情剧，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路飞的确是出轨了。所以，纵观路飞公主收割史，这海贼王还没当上，海王倒是当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不只是顶上战争开直播，大神巴基赏金1500万，这个年头这个赏金，排除一些个例，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吊车尾级别。但是靠着这点寒酸的赏金混社会，那不是炮灰就是真有点东西。巴基何许人也？海贼王罗杰船员，红发同妻，认识雷利、贾巴、库洛卡斯这些老炮，差点到过拉夫德鲁。就这背景，不用添油加醋就能把人吓一跳。哎，巴基还真不靠这个吃饭，不爱提这些陈年旧事，那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霸王色霸气属实少见，但霸王色运气仅他一人。巴基这半辈子都在寻找宝藏的路上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少年时的巴基可能是运气王的天赋还没展露，反正就是个倒霉蛋，跟红发俩人天天就是一言不合就掐架。好不容易得到了恶魔果实和藏宝图，光恶魔果实就值1亿贝利，这俩玩意儿一看就能捞不少钱。哪知道红发突然从背后给巴基搭话，
巴基就赶紧把恶魔果实藏嘴里了，跟大马猴一样。这时候本来还能吐出来，不曾想红发话没说完又回来了，这下完蛋，整颗下肚。本来巴基游泳还挺好的，突然一阵风过来，藏宝图飞了，泳也不会游了，光剩西北风了。本来还想出海发大财，这下好了，巴基创业未办而丢失预算，少说几个亿资产就这么霍霍干净了，亏大发了。巴基的这波操作告诉我们，钱虽然不是大风刮来的，但很可能会被大风刮跑。所以早年创业未办而计划推迟的巴基，进入伟大航路后就开始寻找传说中的约翰宝藏。但是约翰宝藏的藏宝图是后来在推进城从路飞手中才拿到的，这之前巴基一直都是没有导航的情况下，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瞎猫撞死耗子。这耗子没撞到，最后却蹲了耗子，因为挖到了海军的秘密基地。要说巴基这骚操作简直是绝了，而且这个军官还是卡普的副官。就巴基这欧皇 buff， 哪天迷迷糊糊挖到拉夫德鲁，那也不是没可能。巴基还真就立过 flag， 说要成为四皇，哦不是海贼王。这话最怕从自带 buff 的人嘴里说出来。另一个运气王乌索普吹的牛皮已经挨个实现了。巴基这话完全是不把路飞放在眼里，而且越是这种人越不能嘲讽他。在去往马林凡多的途中 ，Mr. One 嘲讽巴基，就这种垃圾居然是罗杰的船员。这一嘲讽不要紧，后来 Mr. One 被鹰眼一招教做人，巴基连扛好几刀屁事没有，还对鹰眼口吐芬芳。平时小刀虐菜的嘲讽专家鹰眼真是看懵逼了。巴基实力证明了，不要嘲讽我，尤其是你们这些玩刀的。在顶上战争中，先是对着白胡子一顿卷，不曾想白胡子居然点名求联盟，然后挡了世界第一大剑豪的剑击，继而对鹰眼又是一顿卷。看到四皇红发更是丝毫不给面子，顶上战争中敢不给红发面子的人，万里挑一的巴基第一个起立。光是白胡子和红发的赏金加起来就接近100亿，巴基敢挨个喷，属实牛批。中途依次从青雉、赤犬、黄猿三大将的轮番攻击下顺利脱身，也是千钧一发之际救了路飞和慎平，最后还以吊车尾赏金的牌面当上了七武海，开了大公司，这运气也是没谁了。要说乌索普的运气中还有些实力，那巴基大神是真硬核运气，这个时代名为红鼻子。另外一个绿头发的路痴巴托洛米奥，要说霸王色运气拥有者，那可不只是巴基和乌索普，这个人就是出海前是150个镇子的老大，一个没有航海士，出海多年全靠打电话求助乡下奶奶的巴托洛米奥，不仅勇闯伟大航路顺利进入新世界，还当上了超新星，属实把吃瓜小伙整懵逼了。最搞笑的是，身为海贼的巴托，全船人居然还晕船，一晕船就要吃口香糖，所以口香糖不离手，1块提神醒脑，2块永不疲劳，3块长生不老。但这依旧不影响他成为当时悬赏1.5亿的疯狂新人。最重要的是，作为粉丝，他居然能见到真人，还当上了草帽大船团二番队队长。这一波操作属实有点东西，记得是谁骂他就干谁，巴托是谁骂路飞他就干谁。这个作为能见到真人的粉丝，自带媲美女帝的10级美颜，硬是让路飞又多出来一种画风。巴托刚出来的时候那是放荡不羁，直接睡觉，睡完一觉原地撒尿，邪魅一笑，在下便是巴托洛米奥。谁知道他一见到路飞就瞬间变成小迷弟了。曾经在罗格镇目睹过路飞差点脑袋搬家，路飞死前还喊着要成为海贼王，这给巴托吓得不轻。然后莫名其妙这惊雷天塌地陷巴基跪，然后巴托洛米奥就彻底成为忠实小迷弟了。而且这还不是普通的小迷弟，至今还没有人能打碎过他的屏障。跟针灸大师古拉迪乌斯打的时候，那一波致敬神拳直接治好了针灸大师常年失眠脱发的病，信仰无敌，前途无量。除了草帽团谁都不放在眼里，拿屏障开推土机的时候差点就给前面的卡文迪许铲出来个定制坟。黄绿 CP 相爱相杀是草帽团永恒不变的经典，巴托也差点被卡文迪许的第二人格吓尿过。得岛一结束，巴托未雨绸缪，先把卡文迪许给捆了起来，这波操作着实哇塞。那些多少有点恶趣味的果实能力，首先其实绝大多数果实本身并不是为恶趣味而生的，但尾田和能力的使用者们把能力搞出了各种各样角度刁钻的用法。第一，罗宾的花花果实，因为这个果实能力可以在人、动物或者其他很多东西上长手长脚，而且花花果实长出来的手脚是有货真价实的触感的，恰好这个能力在罗宾这里，那就感觉这个恶趣味是理所当然的了。罗宾也早就领悟到了这个能力的精髓用法。第二，透明果实，目前来看，透明果实的最大作用并不是在战斗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阿布萨罗姆可以说是把透明果实的恶趣味玩得炉火纯青。尾田也表示过，溪流也会用透明果实去他该去的地方，包括从恶魔果实图鉴上了解了透明果实的山治，其想获得的初衷就不是为了战斗。山治最后也如愿以偿，得到了隐形黑战斗服，完成了一直以来的愿望。第三，模仿果实，众所周知，模仿果实不仅可以模仿别人的脸，更神奇的是，它还可以模仿其他一些特征。小冯在刚认识路飞他们的时候，和山治打的时候，在推进城里都大方地展示过这种能力。这么说的话，只要被小冯摸过脸的人，尤其是娜美，其实身体并不仅仅只是属于自己的了。第四，手术果实，罗的移植能力可以把人进行类似灵魂调换的操作，而山治正好被移植到了他心心念念的娜美的身上，也算是成全了山治，直接让山治人生巅峰了一段时间。罗的这波操作还直接促成了像达斯摩、托尼弗兰巴等这样的组合出现。
对受害者和像罗宾这样的间接受害者来说，这无疑就是深深的恶趣味。第5，甜心皇后的浆糊果实。甜心皇后在变成浆糊流体的时候，她的衣服却不能一起跟着变成浆糊，所以她变成浆糊状态都要主动或被迫当众脱衣服，才能在裂缝、水管里灵活行动，放飞自我。还需要有助手帮她拿衣服，让她变回来的时候能瞬间穿上。如果在浆糊状态下被人活捉并打回原形，也是非常尴尬的。表面上是跟果实开发和形态有关系，但是不得不说，这明显是恶趣味满满的制作组尽情自我发挥了一回。仁义的报销单大将藤虎，作为空降的新晋海军大将，藤虎初登场于德雷斯罗萨，然后遇到了差点改变他人生路线的索隆。说起来，索隆那真是深受大将们的关爱。上次香波地黄元就单单踩着索隆不放，这回索隆迷路都能歪打正着撞见一个大将，属实也是缘分到位了。藤虎遇到索隆那是听君一席话，白走10年路。还好索隆低调，只是寥寥几句，不清楚、不知道、不了解别问我。藤虎就此与拉夫德鲁擦肩而过。之前别的大将一登场就要叮当五四展示一波高超的专业技能，藤虎也不例外，专业赌王，副业海军，挂名本部大将，低3下4混迹于德雷斯罗萨赌场，带领一群精神小伙发家致富奔小康。好想输一盘，可惜实力不允许啊！再让藤虎这么赌下去，在座的各位今天裤衩都得抵押出去，掐饭没这么掐的。于是乎，藤虎成为第一个被无名小卒薅头发的大将。藤虎秉承着敌不动我不动，敌若动我挖地洞的原则，二话不说把赌场的地板给拆了一个洞。临走前还留了张报销单，前台说啊，你就是那位阿 Sir 吗？藤虎那肯定是留的本部基地的地址，没准报销人还填的是赤犬。之前阿黄在香波地折路后不计后果一顿干，原来是因为不扣工资，一律本部报销。藤虎到后面跟萨博路飞打也是，半个德雷斯罗萨都拆得干干净净。要不说赤犬怎么玩了命的跟藤虎互喷。除了面子问题，藤虎把赤犬明年的单人年夜饭经费都赔出去了。在格林比特，藤虎接到赤犬消息，明哥退出西乌海是假消息，赤犬也懵逼，憋了一肚子火，准备去问候吴老星家人，让藤虎临时改变计划。在这里三方势力齐聚，藤虎本来的目的就是来搞明哥，并希望废除西乌海制度，本部想找罗的事儿，但明哥的意思是罗都跟路飞同盟了，想让藤虎先搞罗。但藤虎说，罗桑和路飞桑如果真是同盟关系，那我可以动手，但是路飞桑如果仅仅只是罗桑的部下，那就不算违法犯罪。一旁的凯撒就说这是什么狗屁原理，藤虎这就是暗示罗，咱俩是一伙的，台阶都给你了哈，看我眼色行事，看我眼色行事。罗在那儿喜眉弄眼了，心想你那眼神比我屁股都白，看不懂啊，属实也懵逼了。罗是想着为了把明哥和藤虎拖在格林比特，所以就承认了自己和路飞的同盟关系。藤虎心想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老实呢？那没办法，只能再透支一下赤犬元帅后年的年夜饭经费了，于是把黄金沙滩给干成了地下停车场。之后藤虎表面上是在抓罗，实际上就是跟罗玩捉迷藏，一次用重力刀压住罗，被罗给跑了，还有一次想用陨石袭击桑尼号，被罗转移到军舰上了。藤虎一边吃面一边说啊，大意了，罗桑在下面呢。不是吧，阿婶，天上的陨石都能感应到给摁下来，抓罗的时候就一口一个觉悟吧，一口一个大意了。得到结束，跟赤犬互喷完，立军令状，抓不回路飞就不回基地，最后也没忍心下去手，回去后只能蹲在本部门口吃拉面。穿得越粉，站得越稳，多弗朗明哥。夜深人静，突然让我想起了一个还在吃牢饭、看报纸、喜欢咧嘴笑的人，海贼哲学家，海贼时装周多年冠军，混迹于地下世界的毛茸茸中间商，电话虫批发大户，不抽华子呛嗓子，但没事总溜达的多弗朗明哥。豆豆鞋、紧身裤、粉红大貂身上扣，一个能把这身行头穿到极致的人，一个能把织毛衣的果实玩到升华的男人。要说赤犬身边演员多，明哥第一个不服。最开始的6个老同事说起来也是相当排面，闹了半天，女帝、顺平、鹰眼、熊多少跟路飞一家沾亲带故，老沙莫利亚被路飞给锤趴了，一个金盆洗手，一个转行狗仔。明哥这下明白了，我不倒那就是不给蒙奇弟面子啊！前有罗西南迪，后有罗，成功让明哥发际线变得脆弱许多。从小看到大的 Baby Five 还被人挖了墙角，着实把明哥给气笑了。明哥虽然贵为堂吉诃德一族，且是天龙人，不过明哥他爸这天突然玩了一个极限的人生漂移，本想从贵族赛道直接进入平民赛道，不料撞墙了。经历了被打骂羞辱的明哥，终于爆发了压抑许久的愤怒，伴随着霸王色霸气，一个崇尚力量至上、胜者为王的反社会的社会小伙由此诞生。在看着像常年被重感冒缠身、天天挂着2斤鼻涕的托雷波尔等人的极度宠溺下，最终明哥彻底黑化了。这帮人带坏小孩子那是一套一套的。明哥被人欺负了，托雷波尔等人直接一枪一个，让他们洗洗睡了。对明哥有威胁的，就连人带房子一起干掉。明哥走路摔倒了，直接就炸掉一个城镇，这是什么骚操作？天上的星星不亮就可以问候吴老星全家，似乎也合情合理。后来明哥谋取了西乌海之位，地下黑市生意也是风生水起，而且还是一条龙产业链，人口、武器、人造恶魔果实，从头到脚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可谓是海贼界的淘宝。这服务别说可爱多，拼多多也得给5星好评啊！明哥一直贯彻猥琐发育别浪的原则，能在地下世界混得风生水起的明哥，坚决不做那种动不动就把船靠上去的人。在遇到星质的时候，表面镇定，实则内心慌的一批，对视许久，双手插兜，踏着节奏，安全距离再回头。正所谓怂也要怂的有
牌面。虽然是穿得越粉，站得越稳，但只要贺中将一到，恐吓综合症发作，未见其人，撒腿先跑。尽管明哥各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但还是逃不过被路飞锤的命运。对线线果实的极致开发，比如一碗扣在德雷斯罗萨的沙县拉面，教路飞什么是最新潮的网上冲浪，耍了一手好针线活。眼镜不碎，明哥不跪，奈何脸接4档，眼镜连人一起废。之后明哥进了局子，虽然天龙人派人要杀明哥灭口，但他依旧保持爱好，乐呵呵的看报纸，提前步入养老生活。5届超新星的成名史。5年前，17岁的波特卡斯蒂艾斯出海，创立黑桃海贼团，凭借出众的实力，只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就在大海上声名鹊起，带着手下去山里找红发，感谢其当年对路飞的救命之恩。突然被问候的红发并不知道艾斯是路飞的哥哥，还以为是来查价的，险些动手。作为目前已知的初代超新星，艾斯那时候已经受到了海军的关注，世界政府还想把艾斯召为七武海，但是艾斯果断拒绝了。第2届超新星3年前，也就是顶上战争的前1年，这画风只有巴托女帝眼里的路飞才能与之媲美的卡文迪许名噪一时，以悬赏2亿8的华丽超新星之名登场。说是海贼，这明明就是来海上当大明星的。帅哥卡文迪许当超新星属实是个意外，因为自己身体里的第2人格根本无法控制，梦游期间乱杀人，被迫成了海贼。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帅得要人命。2年前，第3届超新星，也就是路飞、索隆、基德、罗等11个赏金过亿的海贼，不约而同的组团到了海军基地隔壁，共计11人。尤其是路飞，加上之后参加顶上战争，一路火花带闪电，在世界政府3大要地打卡打了一个遍。因此，路飞把第2届超新星卡文迪许的热搜给压下去了。后来在德岛，自恋的卡文迪许因为这个原因，气得还要把路飞大卸8块。顶上战争的1年后，第4届超新星贝拉米和巴托洛米奥。贝拉米在魔古镇和路飞相遇时，赏金也有个大几千万了，但是比路飞索隆晚了1年成为超新星。那路飞走了之后，他不搞点事情提赏金，奋力追赶，这中间1年干啥去了？没准儿是为了想办法怎么把空岛上那根黄金柱子弄下来，给明哥送去，硬是蹲空岛上想了1年。巴托呢，之前是150个镇子的黑帮老大，因为极其崇拜路飞，半路出家当海贼，用了1年的时间就成了超新星。没有航海士，靠着打电话咨询乡下奶奶，征服了半个伟大航路，成功到了新世界。啥也别说了，我信巴托奶奶就是罗杰海贼团的航海士。顶上战争2年后，也就是最新的一届，第5届超新星，卡里布和克里布这兄弟俩在香波地还把假草贸易伙给活埋了，不料出了香波地就遇到了真草贸易伙，卡里布还被拉船工某某给卖了队友，一顿花里胡哨的，弗兰奇就把他钉在了木桶里。每次出场必挨揍的卡里布也被标上了最弱自然系的称号。卡里布、克里布这兄弟俩能成为超新星，倒也不是有多强，纯属是因为残杀海军过多，把海军给惹毛了。不过卡里布这帮人后来舍身救了一个老奶奶，也算是良心未泯吧。草帽一伙2年前后的变化，经过2年时间的修炼，草帽团每个人除了实力上的提升，从外貌上也各有一些变化。第一个签到的索隆穿着一双靴子，一套更帅的衣服，入境美如画。那个时候不知道佩罗娜也来了，还在疑惑索隆为什么能找对地方。结果索隆因为上错了船，反手就把人家的船给劈了。要说索隆最大的变化，还是眼睛上多了触目惊心的一道疤。曾经2只眼睛里的智慧目光，现在全部集中到了1只眼睛里。接下来娜美的变大可以说是非常化，不是娜美的变化可以说是非常大。以前的中短发，现在变成了长发，还戴了2只耳钉。空岛上的环境看来简直就是天堂，能把娜美养得这么滋润，整个人变得更精致了。奇怪的是，娜美买的衣服越来越多，但身上穿的却越来越少了。乌索普经过2年修炼，身材练得非常不错，这轮廓这腹肌，乌索普变得自信多了，自称是从胆小3人组毕业了。本以为胆小组就此解散，结果后来因为罗宾寥寥几句惊悚的话，3个人立刻破功。山治他一登岛就知道这2年他经历了怎样的折磨，比之前更加花痴，更加容易血流成河了。以前刘海是挡左边，2年后换成了挡右边，下巴上留了一个比较有型的小胡子。不过这万年黑西服倒没换，估计因为修炼环境的问题，晚上睡觉别说脱衣服，连鞋也不敢脱呀，草木皆兵，随时准备跑路。乔巴从以前帽子的基础上又套了一层帽子，但是医术和实力上的成长并没有掩盖住他心智上完全没有长进的迷惑现象。乔巴和路飞依然霸占着草帽团最强脸盲2人组的地位。罗宾2年期间，罗宾的头发也留长了一些，刘海发型变成了长发背头，气质还是那个无懈可击的御姐气质，主要是罗宾的肤色变白了，在大雪纷飞的劳动王国停留了一段时间，期间可以看到罗宾那时候已经捂白了很多，再加上工作时不需要风吹日晒，2年后的罗宾娜美可以直接让山治瞬间喷血起飞。弗兰奇看他身上的疤痕就知道，
终于是在终极变态的路上一去不复返。除了后背，他对自己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换装了大号的多功能机械臂，一按鼻子还可以任意改变多种发型等等，一系列稀奇古怪的随身小技能，并且换了一条红色的骚里骚气的外穿内裤。路飞红衣蓝裤拖鞋草帽，这是经典标配。胸口上因为被赤犬烫了一块，经过罗心灵手巧的处理美化之后，路飞胸口上多了一个叉叉疤，而且腹肌轮廓清晰可见，主要是俘获了海贼女帝的芳心。这种无形的变化可以直击山治的灵魂。布鲁克有了新的装扮、新的武器和新的技能，但从外貌上来说，总感觉布鲁克他老人家连根头发都没掉。如果说布鲁克脑门上的裂痕还跟以前不太一样，那盛平就更猛了，因为盛平老大只是换了身衣服，